夫妻吵架挺正常的。其实我昨天才跟我先生吵架，从不可以接受离婚，到了如果很惨可以给离婚，到了如果有好的原因可以离婚，我觉得可以说是社会的进步。手表啊、名表啊、Hermes 包包啊、cryptocurrency 虚拟货币啊，都可以被纳入成为婚姻资产的一部分。新加坡2024年的离婚率比前年增加3.7%，夫妻去年起也可以通过协议和平离婚。离婚好像更容易了，离婚律师的生意也跟着热起来。我们找来2位已婚的离婚律师，一起来聊聊。这个3年 ，OK 是法律或者政府要想结婚的男女，如果你真的要结婚呢，请你好好的想，因为是3年的浪费的时间了。但是这个3年的浪费的时间，说起来也是不是很大的事情，因为有碰到过男女已经 ROM 了。突然间他们性格不配合，他们就签一个分居的合同，是说好吧，从今天起我不跟你在一起，你不跟我在一起，我们可以有自己其他的男女朋友。另外一个走的是婚姻无效，就是说他们没有夫妻之实的意思。通常原因就是没有圆房啦，对方不肯圆房啦，或者是对方某种原因不能圆房。我不想见我孩子。我身为母亲，我其实挺震撼的。当一个父母不要看孩子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？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是挺揪心的。OK， 无论如何，我要那个物质100%。OK， 我不能这样的包你，要看看他的贡献也是多大。尤其是妈妈是在家里，她失去了的工作是养孩子。所以他的贡献会慢慢的加起来。可是比如说先生赚钱，他是有一个 number 在那边的嘛，很明显他今天赚 1K 就是 1K。法庭法官都跟你一样的想法，是他们是明白这些的贡献、人力、出力很难给一个数目。对啊。所以他们是会从一个 a very human way of giving a value。如果他的这个结婚的时期是比较长。10年、20年，哇，最好是30年。孩子长大了、成人了之后，贡献会慢慢到了50%，所以会平起来。所以爸爸会赚很多钱，买屋子、买车，给消费等等。可是妈妈是在家里这20年、25年养孩子，可能是会50-50了。可以分，你的 HDB 是一房一厅了，很小，数目是很小，价钱是很小。你最大的财产是你自己的 CPF， 因为你是总经理，所以你的 CPF 哇啦1 million、2 million， 可是分的是从你的 CPF 的户口转给我的 CPF 的户口。不会变成现钱。假如我有买 Bitcoin，或者是我是一个喜欢玩游戏的人，我在我的 Game Account 里面存了很多钱，那离婚的时候这些钱也是要分给对方的吗？也是要分，问题是对方会不会找得到你的 crypto 是在哪里？因为 crypto 是躲避起来的嘛 ，crypto 那个名是躲避起来的嘛。在我职业的生涯中，其实我做过很多事，他们即使是拿到了他们的最初裁判，他们过后也是打算要重归就好。离婚完全的完成之后，我全部的顾客没有一个人是说走你激动我会累犯。如果要行动离婚，已经没有希望了。有没有哪一起离婚案件让你至今还印象很深？这个双方夫妻他们是50年出了，所以那个太太找我要跟我的丈夫离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丈夫在我们的结婚的时期是在船上工作的，退休了之后老公整天都是在家里，每天都是吵，他忍不住觉得要离婚了。几个月之后，我突然间碰到他，Your ex-husband 应该是搬出去了，所以不会吵起来了。还没有啊，他还是跟我住在一起。现在我离婚了，如果他发脾气跟我找麻烦的话，我可以开口骂他，我不是你的太太啊，住口。
所以那个心态不一样。Yeah。我要跟大家说，吵架不是问题，夫妻吵架挺正常的。我昨天才跟我先生吵架，可是我觉得不会吵架才是问题。如果你吵架的当儿，你把一些比较刺耳的字眼都讲出来的，其实是不应该。你觉得离婚负面吗？100年前，那个女方没有教育，没有财产，不会赚钱，她怎样的闹她的丈夫也是没有用。OK， 如果她的丈夫每天都是打她，不变，你要忍下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从不可以接受离婚，到了如果很惨可以给离婚，到了如果有好的原因可以离婚，到了现在，我觉得可以说是社会的进步。我觉得结婚是一辈子，应该是一辈子。第一次结婚，年轻人没有好好的理解出来，一辈子的责任是多严重。在新加坡呢，其实离婚是普遍的，可是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理所当然，好好的经营，好好的去把话说出来，真的不要再担心我们不是不愁吃啊。